小男孩手持一根木棍扒拉起趴在淤泥地里的螃蟹，突然变得异常兴奋不已的大青蟹立马举起双钳进行反击，然而一双巨钳却敌不过一根木棍的打击，随即让大青蟹自己的后门漏了风，最后只能乖乖地接受酸菜脚的按压，还要被一根粗壮的尼龙绳捆扎成一只可以上市售卖的大闸蟹。捕捉大青蟹非常讲究从背后偷袭的技术，就算有了木棍的加持，如果没有异于常人的捕蟹技术，还真不好对付持有一双巨钳的大青蟹。而拥有4年捕蟹经验的7岁小强，从3岁起便是从库里拉到现在已经成长为了捕蟹界的一名高手。行走在红树林的淤泥地里，如果没有过人的本领，小强是不敢私自前往探索暗藏大量生猛海鲜的红树林。但凡遇见腐朽木头的底部，他都要用捕蟹棒往里面捣鼓一番。而对于满地的肥美螺钉，却没有正眼多看一下。有朽木坐滩的地方，99%必定会隐藏着螃蟹在其中。小强围绕着木头周边，正在用木棍进行探测。没有意外的意外，立马发现一只潜藏在最底部的大青蟹。狭小的缝隙让小强不敢强行伸手入内进行捕捉。随着大青蟹被木棍给扒拉出来之后，立马再将螃蟹的位置进行摆正，随即用手抄了它的后门，轻松便将今天的第一只大青蟹给捕捉到手。从抄网里抽出一根没有1两重，也会有个50克的尼龙绳，才能镇得住这只独臂大青蟹。小强随即使出了单手捆扎术，很快便将其捆绑得老老实实。如此这般厉害的捕蟹手法，犹如小刀划定，让人大开眼界。在将大青蟹身上的淤泥彻底清洗干净之后，随即马上入袋为安。此刻在刚退潮的红树林里是捕鱼摸蟹的最好时机。身穿17号球衣的小强不会放过任何能够给他带来收获的淤泥地，遇见有水的坑洞就会用木棍捣鼓一番，而且每走一步都会习惯性的使用木棍往淤泥里进行探测一番。此时就在不远处发现腐朽木头的下面一只正在独自偷欢的大青蟹，然而等待他的将会是一顿凶猛的棍棒教育。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相互碰撞，高举双钳的大青蟹还是斗不过手持木棍的17号捕蟹人。棍棒之下无逆子，拳锤之下无逆天。最后小强使出了独门绝技擒拿手，一举将其擒获。等待着他的又是一根粗壮尼龙绳的五花大绑。熟练的绑蟹手法深得师傅真传，3下5除2便将2只张狂的蟹钳给绑得无法动弹。这等体型最少得有个半斤8两才算得上一只合格的大青蟹。最后将其送入网兜内，这里才是他的最好归宿。小强继续使用一根木棍进行探雷式的捕蟹，此刻让深藏淤泥当中的大青蟹感受到了后背在发凉，再加上地毯式的搜索前进，任何在他眼前走动的螃蟹都会无所遁形，并且在有积水的坑洞里，只要用木棍多捣鼓几下就会有奇迹出现。此刻比起探雷针还要精准的木棍，果然又探出一只带有几分姿色的大青蟹。然而习惯了横着走的螃蟹被突然捅出了水坑，多少都会有点不服气，但这又能怎么样呢？还不是给按压在淤泥当中吃土，到最后也只能被小强直接抄了后门，轻松将其捕捉到手。然而刚抓到手没几秒钟，此刻又重新被单脚按压在地上摩擦一番的大青蟹，只好将始终处在攻击阵位的巨钳交给尼龙绳进行捆绑，手拿一根木棍前来捕捉大青蟹，果然特别好使，能够避免埋藏在淤泥当中的巨钳攻击，还能用于驱赶和镇压想要跑路的螃蟹，让锋利的巨钳没有任何用武之地。这就是小强在捕捉螃蟹时的独门武器，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这一根小小的木棍。将大青蟹捕捉到手，那是分分钟的小事。在收获到第4只大青蟹之后，陆玉一根空心的原木静静地躺在淤泥当中，这可是红树林螃蟹最喜欢蜗居的地方。果然里面就隐藏了一只巨蟹，但由于这只大青蟹隐藏得太过于深藏不露，小强手拿半米长的木棍也很难够得着。聪明的小强只好去到另一边继续往里面进行捣鼓，然而来回的折腾却始终等不到大青蟹自动自觉地爬出洞口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又将原木的后方淤泥挖开，腾出更多的地方。之后小强这才继续拿起木棍往里面又是一番捣鼓。随着木棍一来一回的不断深入到洞穴里面，隐藏在其中的大青蟹很快便顺着泥土被一步步的逼出洞口。眼瞅着时机已经成熟，小强又立马快速的跑到螃蟹跟前，继续用木棍将其给扒拉出来，随即再次使出一招10拿9稳的擒拿手法，最终将这只半斤8两的大青蟹轻松拿捏在手。生活在海边的当地渔民基本上只会从事捕鱼摸虾的工作，靠海吃海的观念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。小强为了补贴家用，一门心思将精力放在了捕捉螃蟹上，读书对他来说已经提不起兴趣，唯有赚钱才是他的首要目的。偌大的红树林里可不止这几只大青蟹，而刚捕捉到的5只大青蟹就起码得有个5斤重，但此刻却足以让他赚到了今天的生活费。
渔民腰缠鱼绳，把自己当成人肉起重机，正在努力从20米深海底拉起2只装满乌贼的正方形鱼笼上船。为了捕捉到满船的乌贼，他们也是绞尽脑汁，靠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多年的捕鱼经验，直接打造出一个坐滩海底的大型捕鱼迷魂阵。如此大规模的捕鱼陷阱确实难得一见，一次设置便能坐享其成，轻松收获大量生猛乌贼。在深达20米的海底，要设计出一个大型的捕鱼陷阱，只能靠着一根氧气导管来维持呼吸，才能持续进行水下作业。库里拉正牵着2只鱼笼下潜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架上，这座多年前设置的大型铁架已经为他们捕获了不少生猛海鲜，是一座不可多得用于设置捕鱼笼的绝佳场所。随着2只有一定浮力的鱼笼陷阱缓慢地被拉入到铁架内部，库里拉随后用结实的麻绳将鱼笼捆绑在了铁架上，使其快速与铁架融为一体。而第2个陷阱则并排设置在了另一边，正好用绳索将其固定在海底的铁架上。由于铁架长时间坐滩在海底，可以看到表面已经布满了珊瑚等各类海洋生物。在把2只巨大的鱼笼陷阱设置好之后，水面上的渔民早已经把一长串树枝扔到了海底。此时库里拉只需把这些树枝转移到鱼笼陷阱的周围，再将树枝围绕着鱼笼绑在铁架上，用以迷惑前来觅食的众多乌贼。其实水下作业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轻松，起码最少需要2个时辰才最终完成整个陷阱的设置，一个不小心还有可能把自己给交代在海底喂鱼。在作业过程中，有时候潜水镜会在不经意间进水，此时只能使用导管里面的氧气来清空进入潜水镜的海水，这时才能够继续接下来的布置作业。看似清澈的海水含有大量的漂浮物在随着海流四处游荡，但并没有阻挡住库里拉的视线，依然在仔细地用鱼线捆绑着树枝。看着错落有致的树枝绑在了铁架上，就像草丛般茂密。为了达到最佳的隐蔽效果，需要用到大量树枝围绕着铁架进行布置。在水下每绑上一段树枝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但对于拥有多年潜水捕鱼经验的库里拉来说，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工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众多树枝已经陆续被安装在了铁架上，并且快速形成一个茂密的丛林模样。此时有着3-4米长的椰子叶也需要派上用场。只有把鱼笼陷阱围得越密实，就越能吸引到大量乌贼前来觅食和栖息。能够设计出这种大型的捕鱼陷阱，只有靠海吃海的当地渔民才会有如此智慧。经过库里拉2个多小时的精心布置，一个占地足有50平方米的豪华捕鱼陷阱最终拔地而起。从远处看，就像一座茂密的山头矗立在海底下，在等待着众多海鲜自投罗网。经过1天1夜24个时辰的等待，库里拉再次佩戴氧气导管下潜到20米深的海底，在不到20秒的时间里便已经潜入到了陷阱处。没有意外的意外，按照库里拉的经验设计出来的鱼笼，果然里面装满了生猛的乌贼，而且每一条乌贼的体型貌似都在1斤上下，这可把他们的7大姑8大姨全都给诱骗到了里面。然而这只是第1只鱼笼里所看到的满仓状态。来到另外1只鱼笼面前，同样装满了大量等待捕捉上船的乌贼。2只鱼笼加起来恐怕已经把附近的所有乌贼一次性捕捉到手。顶部用竹篾制作而成的倒刺已经将乌贼牢牢地锁死在了里面，再也没有可能从恐怖的牢笼回到美丽的海洋世界。这种只进不出的鱼笼陷阱，一次便把数十斤乌贼捕捉到手。1天时间捕获到如此之多的乌贼，是时候开始进行收网了。只见库里拉正在拆解捆绑鱼笼的麻绳，麻利的身手很快便将绳索给拆除下来，紧接着将装满乌贼的鱼笼从铁架上抬起。已经无路可逃的乌贼，接下来只能任由人类对其进行10道毁灭。此时第1只鱼笼很快就被解除，第2只同样需要从铁架上拆解掉。由于鱼笼使用的是木质结构，在水下非常轻易的便能够将其抬起。此刻身处鱼笼陷阱的乌贼只能瞪大眼睛看着以前美好的海底世界，这一刻岂是他们有去无回的一趟旅程。库里拉随后用一根粗壮的麻绳套在2只鱼笼上，熟练的结绳手法在水下也能应用自如，而绳索的另外一端直接套在他的腰间，准备借助自身强壮的体力将2只鱼笼拉出水面。没有多年的潜水经验，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如此高难度的捕鱼作业。而且20米深的海底，想要完全拉出水面，最少得用2分钟时间，也就是120秒。鱼笼在上升的过程中，里面的乌贼已经开始慌的一批。看着库里拉正在卖力地拖着2只鱼笼在往上游，就可以看出，其实人力起重机并不好当，搞不好有可能会因此过劳而亡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在上升过程中，鱼笼里面的乌贼更加显得焦躁不安，都在纷纷找地方逃跑。
但库里拉并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，很快就浮出了水面。没有了海水的加持，大量乌贼只能选择躺平在鱼笼内。很快，整个船舱内便已经躺满了乌贼。一次出海最起码能够捕捉到50-60条。随即开船回到岸边，最后通过称重收获乌贼44斤。这一次一共卖出3740比索。